2007年，国家地理频道首次推出了电视影集《世纪天才》。第一季的内容聚焦在爱因斯坦的生平。这部影集受到了许多科学爱好者的喜爱。剧情涵盖了爱因斯坦求学的过程，在专利局担任职员的生活，以及二战期间前往美国任职的经历，并且描述了犹太人在纳粹主义底下的困境。影片还将爱因斯坦思考相对论的过程视觉化，让许多爱好物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然而，影片中也描述了许多爱因斯坦风流的一面，这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有些人批评爱因斯坦是个花花公子，甚至称他为渣男。那么，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究竟是如何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根据公开的资料，爱因斯坦曾经有过2段婚姻，以及多次的婚外情。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是米列娃·马利克，她也是一名出色的物理学家。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女性科学家的接受度很低，使得米列娃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这使得她在工作上倍感压力。米列娃与爱因斯坦相识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并于1903年结婚。米列娃与爱因斯坦在学术上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凭借他扎实的数学基础，支持了爱因斯坦许多物理理论的发想。但随着爱因斯坦逐渐成为科学界的巨星，米列娃的贡献却时常的被忽略，这可能加剧了他的心理压力与挫折。不仅如此，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这对米列娃的情感和精神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就在这样的低潮当中，爱因斯坦竟然与他的表妹艾尔莎开始有了亲密的关系。这可不是兄妹之情，是婚外情。艾尔莎是一位寡妇，有2个女儿。随着她与爱因斯坦的感情升温，1919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正式离婚。同年晚些时候，爱因斯坦便与艾尔莎结婚。这段婚姻表面上似乎比第一段婚姻稳定，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在与艾尔莎的婚姻期间，爱因斯坦依然有着多次的婚外情。在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的信件中，多次坦诚自己与多位女性有着亲密关系。这些婚外情对艾尔莎当然是一个打击，然而艾尔莎似乎选择了忍受、接受这些情况来维持婚姻。爱因斯坦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些关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我不希望影响到我和艾尔莎的婚姻。”看来这是一种婚姻归婚姻，外遇归外遇，喜还喜，黑还黑的概念啊。我知道有些听众可能到这边已经想要翻桌了，这当然不足以成为婚外情的借口。那么，爱因斯坦曾经向密列娃或艾尔莎道歉过吗？在一些私人信件中，爱因斯坦晚年曾经向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马利克以及他的孩子们表示过歉意。他表示自己经常因为工作和个人的兴趣忽略了家庭。他在信中承认自己未尽到家庭的责任，也曾在给孩子的一封信中提到：“我深知道自己未能成为你应得的好父亲。”至于艾尔莎，他也曾在信件中多次表达对他的感谢，因为对日常事务的协助，使他能够专注在科学的工作上。在艾尔莎过世后，爱因斯坦也多次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根据我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起来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地为自己的风流道歉过。或许大家听到这边会对爱因斯坦有些生气，但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不肯认错的人吗？让我们来继续看看爱因斯坦曾经为什么事情道歉过。1920年代的科学界，爱因斯坦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广义相对论掀起了物理学的革命。然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却说他做了一个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要起因于1917年，当时爱因斯坦身为牛顿的头号粉丝，他坚信宇宙是静态且不变的，但这与他的广义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理论不相符合。为了让他的理论能够符合静态宇宙的观念，爱因斯坦引入了一个宇宙常数。这个常数的作用是抵消引力，使宇宙保持静态。然而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的发现颠覆了这一切。哈勃观察到遥远的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这证明了宇宙正在膨胀。这一个发现震惊了科学界，也让爱因斯坦意识到他的宇宙常数根本是多余的。在得知哈勃的发现后，爱因斯坦在一次私下与好友的聚会中说道：“
引入宇宙常数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的反思和自责成了科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有趣的是，在现代宇宙学的研究中，为了解释更多的天文发现，宇宙常数又再次被引入，用来解释暗能量与宇宙加速膨胀。因此，爱因斯坦的认错或许又是另一个错误。1939年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与物理学家里奥·希拉德共同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纳粹德国可能正在研发原子弹，并建议美国应该加速其原子弹的研究。这封信直接促使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最终制造出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随着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造成人民大规模的死伤，爱因斯坦深感震惊与愧疚。他对自己促成这一武器的研发感到极大的懊悔。战后的岁月里，爱因斯坦成为了和平主义者以及核子弹武器的坚定反对者。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早知道德国未能成功研发原子弹，他绝不会建议罗斯福进行这项计划。关于核武器的研发，爱因斯坦在多篇的文章和演讲中曾经公开表示自己的懊悔。他强调，科学应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不是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菲利普·莱纳德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因其在阴极射线和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莱纳德也是纳粹的支持者，对爱因斯坦犹太身份和相对论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因此，莱纳德和爱因斯坦不只是科学观点的对立，也掺杂了许多政治和个人的冲突。在纳粹掌权之后，莱纳德积极参与迫害犹太科学家，并在各种公开的场合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此未保持沉默，他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和私人的信件中反击莱纳德的言论。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人们的激情逐渐冷却。爱因斯坦曾经表示歉意，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恩怨而贬低莱纳德的科学贡献。爱因斯坦曾说，尽管莱纳德在政治上跟我格格不入，但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我对于曾经针对他个人的攻击感到遗憾。这些故事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爱因斯坦，看到他不仅是改变物理学的天才，也看到他丰沛的情感面貌，包含科学发展、战争与政治，当然也还有他风流的一面。这些故事使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个体，我们难以用单一的事件来定义一个人。最后，我想要与大家讨论，你认为爱因斯坦的丰富情感对他的科学工作产生了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